根据19号美国政治报的报道，美国正在计划援助乌克兰的 M928 神剑精确制导炮弹。这批炮弹呢，也是美国19号宣布的最新一批价值7.75亿美元对乌支持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根据8月21号德国《世界报》网站的报道，德国最新公布的援乌武器清单上，首次出现了火山制导炮弹的身影。德国计划择机把255枚火山制导炮弹交付给乌克兰。那么这两款炮弹的性能如何呢？美国截止现今援助总金额达到了多少呢？别急，咱们一起来往下看。该炮弹又名 M982 Excalibur， 属于一款打了就不用管的制导炮弹。根据美军的计划呢，此炮弹将会取代早期的 M86 式炮弹，能够由现役的 M198 式牵引榴弹炮、M109A5 式自行榴弹炮以及 XM777 轻型榴弹炮发射。弹体大致呈流线型，应用了弹体排气和火箭助推复合增程技术。弹丸前部安装有4个压舵控制的制导装置，弹体底部有4个稳定翼片，弹体头部引信室内安装有惯性测量装置传感器以及抗干扰的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机，能够采用常规方式进行装填，不需要改装炮尾或者精确赋予火炮射向。炮弹可以沿30度左右或者更大的角度方向飞行，就算是在偏离火炮轴线90度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打击23公里距离内的目标，从而让该炮弹可以攻击躲在障碍物后面或者反斜面上的目标，并且能够规避反炮兵雷达的侦察。由于该炮弹安装了惯性测量装置的导航组件和抗干扰的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机，从而使得神剑在不受距离限制的同时，还能以 GPS 的精度抵达预定区域。炮弹应用了非弹道式飞行路线，能够攻击纵深目标，以此让发射部队拥有更好的定位灵活性和生存能力。在发射之前，炮手需要使用便携式炮兵感应引信装定器，将 GPS 信息输入弹丸。在发射后，炮弹一出炮口就脱掉闭气环，随后展开4个尾翼，以尾翼稳定的弹道路线抵达弹道最高点，随即展开弹丸前部4个压舵，控制炮弹飞向目标区域。与此同时，炮弹还会不断地搜索和接收 GPS 卫星数据，并且及时地更新惯性测量装置的信息。一旦发现 GPS 传输的信息受到干扰，神剑就会启动惯性测量传感器，直接向目标发射子弹药。该炮弹大致分为3种类型，其一便是萨达姆炮弹，整体弹长 0.97 米。因弹体内部配置有2枚萨达姆子弹药而命名。弹体配置有全球定位系统传送器自动记录仪，该记录仪可以在发射后10秒左右开始接收卫星信号，并且及时将其传给地面进行修正和处理。极限射程也是41到57公里。其二呢是双用途子母炮弹，弹体全重 47.7 公斤，弹长 0.93 米，子弹药在抛射线路的作用下垂直抛洒在目标区域上方，极限射程可以达到41到57公里。此型炮弹呢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拥有自毁功能，可以通过使用有自毁特点的双用途子弹药，大大降低深管火炮造成的误伤概率。其三则是增程榴弹型，主要用于攻击一些掩体或者指挥控制中心等目标。弹体应用了整体的亲撤战斗部，有着明显的贯穿后效，在爆炸前炮弹有足够的岩石，能够穿透203毫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极限射程可以达40到55公里。据美军向外宣称，3款炮弹在40公里范围内原概率误差是小于20米。简单算下来的话，只需要用16发左右的炮弹就能够摧毁一个标准自行榴弹炮连。现今来看呢，由全球定位系统制导的神剑大概率是美军武器库中射程最远的火炮弹药了，并且拥有从城市或丘陵地带以几乎垂直的角度发射，在高空采用精确制导系统探测并攻击移动目标，就算是单个车辆也不例外。此外，神剑还能够有北约标准的155毫米榴弹炮，例如瑞典弓箭手、英国的 AS90、德国的 PZH2000 以及南非的 G6， 以及大兵上面提到的美军的3种榴弹炮。而现今的乌克兰呢 ，PZH2000 和 XM777 榴弹炮已经在军队中使用了。还有就是，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27号的报道，美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向外表示，美国已经开始帮助训练乌军士兵，从而尽早部署 M982 神剑精确制导炮弹，用以配合155毫米榴弹炮使用。而在8月份有照片曾显示，乌军使用德国的 PZH2000 发射的神剑制导炮弹，
在空爆模式下摧毁了一台俄军的 Zoopak-1 反炮兵雷达，该雷达甚至没有发现此炮弹。由此可见 M982 神剑炮弹的强大之处。关于神剑炮弹，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台湾军队也曾经向美国求购 XM982 神剑。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美国务院曾经批准了售台40门 M109A6 自行火炮，总金额大约在7.5亿美元。但是台军真正想要的是 M982 神剑制导炮弹，不过呢，美国却以知识产权等理由，仅仅出售了 M109A6 自行火炮。该款炮弹呢是由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设计生产，炮弹拥有76毫米、127毫米以及155毫米3种口径，其中155毫米型号呢是一款次口径弹药，有着 GLR 和 BER 两种型号。炮弹的导引头可以选装 GPS 导引头、红外导引头以及半主动激光导引头，以此应对不同的作战环境和任务。而作为一款远程精确炮弹，火山炮弹的射程极为出色。BER 非制导版本呢，由39倍镜155毫米火炮发射时，极限射程可以达到39公里；再由52倍镜155毫米火炮发射时，极限射程便达到了50公里。另外一种 GLR 制导版本通过这两种榴弹炮发射时，极限射程分别为55公里和70到80公里。另外呢，火山炮弹不仅射程远，它的精度也是相当强悍。在2013年德国与意大利在南非进行的联合测试中，就算只发射 GPS 制导的火山炮弹，弹着点偏差也在目标20米以内。要是发射 GPS 半主动激光复合制导的话，能够在33公里范围内击中4平米大小的标靶。后来在2014年的又一次测试中， GLR 制导型更是达到了极限射程70公里与米级精度。除此之外呢，火山炮弹的弹道也相当独特，因为应用了次口径尾翼稳定脱壳技术，所以155毫米型的火山炮弹出膛后的初速度比全口径炮弹还要高。在达到弹道的最高点时呢，炮弹在小气动翼面的控制下会进行超音速滑翔，并且在到达目标上空后，以近乎垂直的大角度俯冲下去，最后在导引头的引导下精准命中目标。该炮弹独特的弹道设计也让155毫米版本火山在不增加额外重量的情况下大幅提升了极限射程。根据奥托梅莱拉公司的宣传，155毫米型火山弹重约30公斤，战斗部重约15公斤，甚至比普通的155毫米炮弹还要轻。关于这一点呢，美国海军曾经在2017年计划在火山炮弹的基础上，为本国的127毫米舰炮以及朱姆沃尔特号研发一种制导炮弹，从而解决朱姆沃尔特上 AGS 先进舰炮系统的弹药问题。至于为什么德国会选择援助火山制导炮弹呢，而不是其他弹药？大兵分析啊，其一就是该炮弹的价格相对便宜。大家要知道，海马斯火箭炮所采用的弹药，目前的单价大约是在10万到16万美元左右，一次齐射6枚就需要60到96万美元，价格是比较昂贵的。就连美军现今呢，大概也只装备了5万枚左右。而火山炮弹呢，本质上是一款火箭增程式炮弹，按照正常的采购标准，大概是只有海马斯火箭弹的1/3左右，其单价在3万到5万美元之间。所以单从成本上来看的话，火山炮弹显然更适合大规模使用和大规模装备，更为适合现今的俄乌战争。其二呢，就是火山的突防能力更强。从技术角度上讲呢，155毫米炮弹是很难被拦截的。至于说海马斯火箭炮弹，它其实是一种外形相似战术导弹的大型火箭弹，所以相较于火山炮弹，海马斯较容易被探测和被拦截。至于俄军目前所装备的反炮兵雷达来说呢，可以在45公里之外探测到海马斯炮弹。当然了，能探测到不代表能拦截，不然俄军也不会被炸了那么多雷达了。虽说俄军呢对于海马斯火箭炮的拦截效率极低，但是10枚拦截1枚，那也算是拦截啊。对乌军来说也是造成不小的麻烦，也就会迫使乌军发射更多的海马斯火箭炮弹，从而进行密集的饱和进攻。这显然会极大的增加进攻成本，也降低了打击效率。而至于火山制导炮弹，由于其体积和雷达信号都要小很多，所以更难被俄军防空系统拦截。再加上155毫米炮弹的成本也更低，对于防守方而言，拦截也是极不划算的。俄军要是拦截的话，那就是用几十万的导弹打几万的炮弹；不拦截的话，又得报废一些设备，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当然了，火山炮弹不是说没有缺陷，由于该炮弹的 TNT 装药量很少，所以它的毁伤范围要小于海马斯。
作为一种大口径的火箭炮，海马斯弹药的战斗部重量超过了100公斤，可以对俄军的大型桥梁造成破坏。而火山炮弹的口径呢，只有155毫米，威力显然要逊色于海马斯很多。不过，对于大多数战场目标而言，火山炮弹还是能够摧毁的。比如说，俄军的防空导弹系统、指挥系统、自行火炮、雷达、弹药库等等。对此类目标使用155毫米炮弹算是最优选。与此同时，在火山炮弹参战之后呢，还能够让威力更大的海马斯火箭弹抽出手来打击俄军更为坚固的重要目标。但是目前比较尴尬的是德国火山炮弹的具体交付日期仍然是个未知数，就连德军自己都还没有装备该款制导炮弹。按照德国的计划，未来会由德国政府出资从军火供应商处购买，然后再转交给乌克兰。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德国向外宣称对具体交付日期等细节暂时保密。在8月24号当天，美国向外宣布将再次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近30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而截止到当天，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35亿美元。此轮军事援助中包含了6套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和适配的弹药，6.5万发120毫米迫击炮弹药，24.5万发155毫米炮弹，24套反炮兵雷达，若干美洲狮无人机，若干套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数套扫描鹰无人机的支持设备，以及激光制导火箭弹系统等等。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AMRAAM， 此系统呢是一款美国研发的地空导弹，由雷声公司和挪威康斯伯格公司合作研发，也是第一款实用化的陆基 AMRAAM。第一代的 NASASM 系统早于1998年投入使用，首批用户呢便是挪威皇家空军。该系统采用了一个半机动牵引式的6连装发射架，并且用于发射 AIM-120 导弹，并且配备了一套 AN-MPQ-64 哨兵 X 波段雷达，用于侦测和发现低空来袭目标，作用距离可以达到40公里。现今呢，俄空军投入乌克兰战场的主力战机莫过于苏35，俄军也多次宣称超级侧位机组获得了5架以上战果，成为王牌飞行员。但是面对 ANSASM 地空导弹时呢，苏35就会迎来前所未有的考验。虽然该款地空导弹野战机动性能是比不上山毛榉，但是却拥有着射后不理的能力。一旦配合完全不发出制导信号的 AN-AIM-9X 导弹，就会对低空飞行的战机造成极大的威胁。到时候苏35配置的 L15035电子干扰吊舱能否与之对抗，还是一个问号。另外，根据此前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在7月1号的统计，全球对乌克兰承诺援助总金额已经达到了830亿美元，前3名分别是美国、欧盟以及英国。而在小国家当中，倾力最多的则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波兰，其援助金额分别相当于国内 GDP 总值的 0.9%、0.7% 和 0.5%，在所有援助国占比最高。美英的援助总额各占其 GDP 的 0.2%，德法的分别占 GDP 的 0.09% 和 0.08%。此外，欧盟旗下例如欧洲投资银行等机构对乌克兰主要是提供金融方面的援助，承诺援助总金额达123亿美元。分析各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美国427亿美元中有一半是军事援助，人道和金融援助分别为89亿和99亿美元。英国已经援助的38亿美元占了总额62.5亿美元的61%，里面的90%军事装备呢已经到达乌克兰了。法国援助总额则是20.8亿美元，里面87%是金融类援助。德国虽然是承诺援助33.4亿美元，其中43%是军事，34%是金融，22%是人道。但是比较尴尬的是，基尔研究所指出，德国实际交付乌克兰的武器是不到一半。总结来说呢，随着未来火山与神剑2款制导炮弹的到来，将使乌军继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之后呢，再添新型远程打击武器。之前局限于射程的 M777 榴弹炮也终于能够与俄军的自行火炮是展开较量。随着乌军将得到2款全球最准炮弹的消息传出，也不禁让人遐想，之后的火力优势的天平会不会倾向于乌克兰。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那么大家对于这2款炮弹呢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有纰漏，也欢迎各位指出。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大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想了解更多，记得点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